我跟你说哈，瑞士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经济体，它是非常的有钱，或者说它非常的能赚钱。2024年，它的人均 GDP 达到了惊人的10.6万美元，排名全球第2，第1名是卢森堡，人口才60多万。所以说，瑞士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球人均最能赚钱的国家。而且神奇的是哈，你看它边上，法国、德国跟它都紧挨着，完全是自由贸易，但人均 GDP 只有瑞士的1半左右。意大利那就更不行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它是怎么做到人力成本这么高，物价又这么高，自然资源还极其匮乏，依然能甩开了全球所有的国家，保持这么高的人均 GDP？ 它怎么就想不开，非要保持中立？凭什么200多年就能保持得住这个中立？它的手表怎么就那么好，卖那么老贵？它的银行怎么就那么安全？你说这么多问题不奇怪吗？哎，咱们今天就来一口气了解一下这个奇特的瑞士经济。我在这个湖光山色当中还进行了创作，因为我今天没带纸，所以我就在一个袋上创作继续创作。我们先说说瑞士身上最大的标签，就是它的中立。当然了，瑞士所谓的中立也会有很多立场，也会受到各种国际政治博弈的影响。你比如说前2年俄乌战争期间，瑞士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压力，冻结了俄罗斯相关资产超过150亿美元。类似的事儿它也没少干，但至少相对而言啊，尤其是在欧洲的核心位置，它能做到如此的中立，已经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了。你看它也不加入欧盟，也不加入欧元区，也不加入北约，连联合国都是02年不情不愿才加入的。国旗别的国家都是长方形的，它呢就非得给你整一个正方形，这样呢你从哪个方向看，从正面看、反面看都可以，都一样，这不就显示它非常的公正啊、独立、不偏不倚，对吧？有时候吧，甚至都让人感觉它有点特立独行了。你就比如说纸币，人家都是横着印的，瑞郎它就非得给你竖着，大眼一看以为是什么歌剧院的门票呢，哎，翻过来它是钱。而且我跟你说哈，这可不是一般的瑞郎，这可是小林在雪上直接给你展示的瑞郎，陷进去了。其实呢，宣称自己中立的国家有很多，比如说爱尔兰、墨西哥、奥地利、加纳、梵蒂冈、巴拿马等等。但说实在的，很多国家给人感觉吧，它就是那么一说。你想哈，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想宣称自己中立其实并不难。我就说呗，我们国家要好好发展经济，你们打架都别带上我哈，我们要和平，是吧？这就很合理。但是，一旦被战争波及到，甚至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想保持中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就比如说像挪威、荷兰，其实也跟瑞士类似，从19世纪开始就宣布自己要永久中立，但2战一开打，没把持住，被卷进去了。像瑞典，甚至都扛过了1战、2战，还扛过了冷战，一直保持中立没参战。但2022年俄乌战争一爆发，紧张了，坐不住了，加入了北约，也相当于放弃了自己中立国的身份。所以你看，要想保持数百年经历战争的洗礼，还保持中立，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而瑞士从1815年确立了自己中立国的身份之后，可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外国的战争。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咱就说2战，你看2战期间，瑞士可以说是处在漩涡中心的一个地方，北边挨着德国，南边是意大利，西边是法国，东边是奥地利，在中间是魔鬼地带，家门口都打疯了，炸烂了。它呢就像有一个金刚罩一样。而这背后既要有非常合理的策略，同时它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总结它在2战时候能保持中立，主要有这么2大战略。第一，你得够狠辣；第二，你得够圆滑。这个狠辣其实并不是说对别人狠辣，而是对自己狠辣。核心思想就是说我把炸药绑自己身上，但你别过来了，你要再敢靠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其实瑞士这个地形，它整个国家有点像一个三明治，南边和东边是绵延的阿尔卑斯山，西边跟法国接壤的部分主要是侏罗山脉，北边跟德国接壤是莱茵河和博登湖，中间夹着这么一个瑞士高原，也是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所以你看，它整个国家四周不是山就是水，跟外边连接呢，就是靠非常少量的隧道、桥梁、山路。这个地理环境哈，从经济活动或者对外交流的角度来讲，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交通地狱。但是你要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绝佳的天险，易守难攻。这个就给了瑞士人很大的底气。当时2战爆发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很紧张，完全不想参战，于是就秘密实施了一个叫做国家堡垒计划。他们就围绕着阿尔卑斯山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大量的反坦克大炮、机枪都隐藏在山体里，或者给伪装成谷仓。到现在呢，很多大炮其实都还保留着。你看那种很多平平无奇的小房子，一拉开门，里边是个大炮。而这些大炮呢，对准的就是一些关键性的公路、桥梁或者隧道。其实他们呢很难说把当时比如德国的坦克全都给摧毁，很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准备摧毁自己的公路，或者说对准山上，随时准备制造泥石流。它整个国家四周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要塞都埋了成吨的炸药，随时准备直接跟外界切断联系。这些炸药直到2015年才基本清理完成。它还在大量的山体里头挖洞来做掩体和防空洞。据不完全统计，大型的掩体就挖了上万个，里边准备了足够的必需品、通信设备，还有炸药。
你看到没有？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刺猬战略，他就想给其他国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攻击力怎么样不好说，但是我可绝对不好惹。你要是想强行跟我干，那我就只能殊死一搏，至少弄你沾的一手血。就这座桥，它是连着瑞士跟德国2006年翻新完工，瑞士人居然还是在这个桥墩上藏了 TNT。你说说，他们也是够谨慎的。这二战都过去60多年了，苏联也解体10多年了，他还留着那么些炸药，还时不时的给你藏一藏。我们刚刚说的是他对自己够狠，但光这个狠其实是不足以阻挡德国人的。实际上，当时希特勒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要拿下瑞士的作战计划，所以呢，瑞士他还有第二招，就是圆滑。就是我作为一个刺猬的同时，我还会跟大家合作。我要做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刺猬。所以你看，瑞士的银行作为一个中立的银行，甭管你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意大利人，我也不管你这个钱是赚来的、偷来的、抢来的，我都愿意跟你做生意。钱放我这儿，您就放心。因为有这个中立国的身份，瑞士法郎在二战期间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自由流通、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当时不管是德国还是英法，都有大量的金条就存在瑞士的银行里来换瑞士法郎。瑞士的银行呢，它就可以以一个低于市场价换来很多战争掠夺的黄金。1998年的时候，瑞士国家银行它才承认，瑞士在二战中从纳粹手中获得了当时价值4.4亿美元的黄金。瑞士提供的金融帮助也是支撑当时德国经济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些事儿爆出来之后呢，是大大损害了瑞士的国际形象，也导致了瑞士之后一个重大的变革。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当然，站在瑞士的角度，他就会辩护说，我就是自保啊，就是无差别的跟任何人做生意而已嘛。这点呢，我们就不去做道德评判了。总之呢，瑞士通过对自己够狠，对别人够圆滑，顺利的躲过了二战的摧残，甚至还因为这个战争小赚了一笔。你说瑞士人他为什么对中立有这么大的执念？他是怂吗？其实不是。我跟你说，瑞士人他是非常非常能打的，能打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瑞士人他就是以当雇佣兵闻名的。从13世纪开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欧洲这些国家人就发现瑞士人是真能打，战斗力又强，纪律性还好，再加上瑞士本身它经济又不发达，它也没钱，所以就经常去附近给别的国家当雇佣兵。他们这个长矛兵尤其厉害，组成那个方阵也跟个刺猬似的，在战场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在15世纪的时候，几乎是垄断了欧洲的长矛兵市场。之后呢，开始被其他国家纷纷的效仿，直到现在你知道保卫教皇的护卫队叫什么吗？就叫做 Swiss Guard， 瑞士护卫队。到17世纪开始，瑞士也经历了几次战争的惨败，有点被打累了。同时呢，你当了几百年的雇佣兵，自己也有了一些原始积累，甚至就连他的银行业都是为了管理雇佣兵赚来的钱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个经济有底儿了，他才宣布自己要中立。但即便他说自己中立了，他还加了一条，我还是可以当雇佣兵的哈，甲方朋友们不要担心。OK。后来呢，他短暂的被入侵了一段时间之后，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里边，欧洲各国正式确立了瑞士永久中立国这个身份。这也吸引了像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红十字会、国际足联等等50多个国际组织都把总部设在了瑞士。而因为中立国这个身份，瑞士最受益的一个行业之一，也是瑞士在全球的一个王牌产业就是它的银行业。再稍微具体一点，就是它银行里的财富管理。财富管理说白了就是给富人管钱，给高净值的人管钱。大概从二战之后，瑞士就是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全球有1/4的跨境资产都存在瑞士的银行里。根据 UBS 的统计，全球的 billionaires， 就是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这些富人里边，有46%，也就是接近一半的都是他们的客户。那你说瑞士的银行业为什么这么能吸引全球的富豪呢？它曾经的杀手锏，注意我说的是曾经的杀手锏，就是保密。瑞士早在1934年就推行了一个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邦法律——联邦银行和储蓄银行法，简称就是瑞士银行法。这个法案里最有名的是一个第47条，大概意思就是说，银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客户的信息，包括瑞士当局，包括其他任何的国家。而且这个是写进联邦法里头的。你把钱放在我这儿，来我这儿管钱，你放100个心，我这个嘴你锯子都锯不开。其实你看，二战打得死去活来的，但两边都可以非常放心的把自己的钱、贵重物品放在瑞士的银行。虽然也有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吧，但这对瑞士的银行业来说，可以说是它保密层面一个最好的广告了。凭借着保密的特点，再加上瑞士还把税率调得很低，成了一个避税天堂，让它的银行在二战之后迅速吸引了全球的资本在这儿落户，也迅速成长起来了2大巨头银行：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这银行呢也不断的对外去强化自己保密、安全这些特点。你看，正好瑞士不是挖了很多掩体地道吗？瑞银干脆就买下了一些山洞，把自己的金库就藏在阿尔卑斯山底下，而瑞信呢，干脆把保险箱藏在了水底下。你虽然感觉也不一定有这个必要，但你听着就很安全。这个名声也是越传越远，也越传越神。你看各种影视作品里，瑞士可以说是保密级别最高的一个代名词了。我
我记得《华尔街之狼》里就是利用瑞士的银行去洗钱，《达芬奇密码》里头也用的是瑞士的匿名账户，《谍影重重》里边是在瑞士的保险箱去拿护照和钱，《007》里头就更多了。所以小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瑞士的金库恨不得是全世界最神秘、最安全的地方。总之瑞士有银行法，有低税收，再加上媒体的宣传，联合推动，瑞士的私人银行业迅速扩大。瑞银在23年收购了瑞信之后，管理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8万亿美元，是瑞士 GDP 的7倍多。虽然你要是单看瑞士的银行业，它对瑞士 GDP 的贡献可能没那么突出，不到10%，但是它通过吸引外边的富豪的这种名片效应，连带作用它是巨大的，这也成为了瑞士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动机。不过你想这么好的保密机制，这些富豪存过来的钱，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干净了。有一些最常见的就是逃税。很多人他可能会去开曼群岛建一个离岸的空壳公司，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去瑞士开一个账户，这样就可以掩盖这个银行账户背后的所有者。像开曼群岛我们之前聊过，这就是一层信息隔离，瑞士银行这儿又隔一层信息，这样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谁来要这个信息，瑞士他就可以不给，这不就可以通过隐藏收入来逃税吗？当然我强调一下这是以前，你现在不能这么干了，我们一会儿再说。而逃税可能都算是比较干净的了，还有大量的罪犯他会把脏钱放在瑞士。比如说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1965年到86年执政期间贪污受贿了100多亿美元，这个可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盗窃案。马克思这些赃款放在哪儿呢？他们当时就是通过很多匿名账户把这个钱放到了瑞士银行。后来经过了16年的诉讼，这个犯罪定性了，瑞士政府才向菲律宾政府返还了6.83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像尼日利亚的前总统、伊拉克的前总统等等，很多政客都会在瑞士的银行里存钱，而且一存就是那种几亿美元的。而这些只是爆出来的，实际上肯定只是冰山一角了。另外像一些毒枭、诈骗集团、黑帮等等，在瑞士的银行账户就更是数不胜数。瑞士的这个保密机制也成了全球资本藏污纳垢的一角。1997年，有一个叫梅丽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当时在瑞士银行当警卫，偶然间就发现瑞银正在销毁大屠杀时期犹太孤儿相关的资产文件，其实就相当于瑞银想把一些2战时期纳粹遗留的资产给据为己有。于是梅丽偷偷把这些文件带回了家，并且交给了一个犹太组织，最后这个文件被公之于众。梅丽也成了第一个因为违反瑞士银行法遭到瑞士联邦政府通缉的人，不得不赶紧跑到美国去了。而公众呢，在看到这些文件信息之后，对瑞士银行的谴责也是排山倒海。最终在98年8月，瑞银和犹太受害者达成了12.5亿美元的和解，也和梅丽达成了75万美元的和解。这个事儿呢，虽然是平息了，但是毫无疑问，它撕开了一个口子，让公众看到了瑞士银行业这些不可告人的一面，也是它整个行业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你别看这往后的10年，全球资本过热吧，瑞士的银行业也跟着开了一把 party， 但其实这更像是一个末日 party。2005年之后，接二连三的有关瑞士银行业的一些内部文件被爆出来，揭露了他们用各种方式去帮助海外的客户逃税。2009年，瑞银跟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协议，支付了7.8亿美元的罚款，并且呢给美国提供了超过4000个客户的账户信息。原本的一个小口子一下就被扯开了。包括像德国、法国、比利时等等国家就开始调查瑞士的银行有没有帮助他们本国的公民逃税。瑞士迫于各国政府还有舆论的压力，跟美国、欧盟都纷纷签了信息交换协议，涉及这些国家居民的账户信息，是需要跟他们的政府共享的。虽然现在很多信息共享的时候，瑞士这边还是会有很多限制。虽然呢，它的保密制度仍然适用于所有瑞士的公民，但是在国际上，瑞士之前半个世纪成名的标签保密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从08年之后，瑞士的金融业一路下坡，虽说倒不至于说富豪们直接大规模撤资，但整体银行业的竞争力肯定是跟美国那些大银行没法比了。瑞士银行业的 GDP 占比也从2007年的11.2%下降到了2022年的只有8.9%。瑞士这2大银行里边，这个瑞士信贷更是因为它投行部过于激进的策略，管理层持续动荡，高层频频陷入丑闻，再加上市场这么稍微一震荡，2023年刀刀挤兑，最终瑞士央行强势介入，差不多就是把刀架在这俩银行的脖子上，让瑞银最终以32.5亿美元收购了瑞信，当时也是闹得一地鸡毛。你看这个楼原来可是 Credit Suisse 的全球总部，你看现在这牌 UBS 已经全换成 UBS 了。但不管怎么说吧，保密让瑞士的银行业吃到了一个巨大的红利。而我跟你说瑞士它这种保密的思想，其实不光是银行，它能保守的秘密也不仅限于钱。朋友们，
你看我身后这个大楼，非常不起眼吧？但它可是全球富豪圈闻名的一个隐形金库，这里大概有120万件藏品，相当于2个卢浮宫。光毕加索的画就有上千幅，什么梵高、莫奈、达芬奇数不胜数。据估算啊，这儿的藏品总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也被称为是全球最大的隐形艺术博物馆。而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地下交易、避税、逃税、洗钱的核心。哎，这个就是日内瓦自由港。虽说它叫港 port， 但它没有水，也没有船，就是一个免税的经济特区。很多国家其实为了促进贸易、吸引海外投资，都会设立这种自由贸易区啊、自由经济区啊等等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里边，很多经济活动，比如说投资、加工、进出口等等，是可以免关税。而自由港也属于一类经济特区，它其实有点像一个免税的临时储物柜。就比如说你想把这个货在我这儿临时存放一下，之后就运走，这种过境的商品，哎，那我就不再收你进出口的关税了，你就交个储藏费就行。这种自由港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全球加起来有差不多超过600个自由港。而日内瓦这个自由港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它除了免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哎，没错，就是保密。以前存储者的身份、物品的来源、价值都是严格保密的，你弄个空壳公司匿名就可以操作。这个港口可能就知道，哦，开曼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公司，在这放了一个里边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艺术品的箱子，反正是什么我也不管，我就负责收那个储藏费就行了。你看这种保密制度对于艺术品收藏行业来说，你懂的，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你看，它又免税又保密，很多收藏家他会怎么干呢？你比如说，他重金拍下了一个艺术品，不愿把它运回自己的国家，哎，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日内瓦自由港就好了，可以存那个几年几十年，等之后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买家，转手卖掉，这样我也不用交增值税，也不用交关税，整个过程他可能压根都没见过这个艺术品。反正对于那些极其昂贵艺术品的收藏家来说，它主要就是一个投资的行为，就跟咱买股票似的，它也不是为了挂在家里去仔细欣赏。这个艺术品在这个自由港的一个小仓库里，可能压根就没挪过窝，但是那边交易记录已经买，身价不知道翻了多少番了。后来呢，日内瓦自由港他也发现，哎，我吸引来了好多艺术品啊，于是他就给自己加上了全套的服务，比如说配备顶级的安保，一些艺术品的专家，甚至包括文物的修复啊、维护啊、保险啊等等。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自由港里头办一个艺术展，哎，都没问题。其实它吸引的不光是艺术品，包括什么红酒、古董等等。总之呢，就是那些进出口可能涉及到很多税，但是又不怕长期存放的东西，哎，都可以进这个自由港。当然了，你看它储藏设施、各种服务这么完善，储存价格也真的是不菲。就一幅那种普通大小的画，你放在那儿，1个月的储藏费就是1000美元。你要想租一个小储藏间，1个月12000美元，怎么样？对吧？这么保密的制度会吸引来什么呢？我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就是大量非法的艺术品和文物。日内瓦自由港就多次被卷入走私啊、洗钱相关的案件。2005年之后，为了关闭非法文化财产的交易渠道，瑞士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要求所有进口到瑞士的文物，你必须声明来源、所有者和价值。所以从那之后，新存进来的文物就有非常详细的档案了。不过09年之前存进来的，大多数依然还不知道所有者是谁、价值多少、是个什么东西。瑞士你也不能采取什么强制措施，不然不等于砸了自己招牌吗？所以也只能为这些不知道是谁的匿名公司保管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神秘箱子。这个自由港里边到底藏了多少宝藏，至今都还是个谜。你看到没有？瑞士的一个核心战略是中立，而保持中立的一个重点就是保密，对所有客户保密。这个在20世纪成了吸引全球富豪、全球财富的一个杀手锏。而到了21世纪呢，各种保密协议开始土崩瓦解，这也标志着瑞士保密时代的完结，让它其实没法再吃到保密背后的这些灰色产业带来的红利。但是瑞士的经济并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能在4周都深受欧债危机影响拖累的大环境下依然坚挺逆势上涨。这是为什么呢？哎，其实瑞士它早就摸索出来了一些新的王牌产业，早就不靠什么保密银行业了。首先我来考考你哈，你知道瑞士市值最高的3个公司是谁吗？没有宇宙大银行瑞银哈，也不是什么劳力士，实际上是罗氏、雀巢和诺华。你看到没有？这前3里边有2个都是医药行业，这就很明朗了。瑞士经济的一大推动产业就是医药化工。你看，这个是瑞士过去25年出口产品的分布，这里边涨势最猛的，最底下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医药。现在呢，医药化工已经占到了瑞士出口的半壁江山，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周围欧债危机4面楚歌，但是瑞士人均 GDP 依旧高歌猛进。其实你看这个图，是不是也更好理解瑞士为什么不愿意加入欧盟了，对吧？谁愿意加入你们呀？你不掂量掂量你们几斤几两，我赚多少钱，你们赚多少钱，是吧？开玩笑哈。
你说瑞士的医药行业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当然肯定有一些机缘巧合的因素，但是瑞士它稳定的政治环境、高质量的人才、税收又相对非常友好，还有它的货币瑞郎也是非常稳定。这些因素呢，都给了医药行业一个非常优渥的土壤环境。而医药行业本身人才稀缺，它的聚集效应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瑞士就逐渐吸引了整个欧洲甚至全球的人才公司到这儿来落户。这个行业呢，它在 GDP 里的占比不一定很高，但是你知道它对于瑞士经济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吗？就是它能拉高瑞士人的平均收入，当然也推高了它的物价。在瑞士，医药行业的平均月薪你知道有多少吗？它能达到11500美元，就是8.3万人民币月薪平均。而你知道全球人均 GDP 排名第3，也是紧随瑞士的是谁吗？就是爱尔兰。它能有这么高的人均 GDP，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于医药行业的推动。瑞士经济的第2大功臣就是它的制造业，尤其是机床、精密仪器，可以说是全球领先。它最初呢，其实是起源于19世纪的纺织业，之后瑞士的公司开始机械化生产，开发自己的机器。再后来呢，他就发现，嘿，我好像在造机器这块的天赋比纺织要强，所以慢慢的呢，瑞士就诞生了很多家族企业，他就坚持精专在某个细分领域。你比如说，我就加工一个齿轮，或者特别精密的某个零件，就把一个产品给做到极致。最终呢，整合起来的精密仪器在全球范围内就有了非常高的技术壁垒。比如说有家公司叫迅达，你可能都没听说过，但这个 logo 你肯定见过。它就是全球最大的几个做自动扶梯的公司之一，还有像 ABB、利博海尔，都是制造业的巨头。这个瑞士表可以说是奢侈手表的一个代名词了。虽然产量在全球还不到2%，但是贡献的利润超过了50%。从大概19世纪开始，瑞士的机械怀表、机械表开始规模化的生产，到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40%。但后来呢，受到了日本石英表的冲击，瑞士的机械表一度岌岌可危，像浪琴、雷达、欧米伽都濒临破产。于是2个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在1983年合并，并且推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手表品牌 Swatch。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低成本、艺术、时尚。大部分表呢就是塑料表壳，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传统手表的形象，在全球市场迅速走红，很大程度上帮瑞士的手表产业扛住了冲击。它也通过资本的运作，带着很多品牌完成了高端化的转型。你知道全球最大的手表集团是谁吗？不是劳力士，也不是 LVMH， 就是这个 Swatch 集团。现在像欧米伽、浪琴、汉密尔顿、雷达、天梭、宝玑等等品牌都是 Swatch 集团旗下。其实我感觉瑞士的这个教育体制是促成它在精密制造制表这块非常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它的教育体系呢非常的独特，采取的叫双轨制，只有大概1/3的人像大部分其他国家一样从小学一路上到大学，而有2/3的学生会走一个叫做学徒制。他们在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之后，直接就进企业当实习生，就叫学徒。这个学徒会做4年，大概每周比如说3到4天直接去公司实习，然后有1到2天在学校完成一些相关的知识学习。大公司呢就会专门去设立学徒项目去招学徒，而学生们真的就相当于初中毕业就得去面试去找工作了，所以就逼着你在15岁的时候就得思考了解自己，我是谁，我想干什么，也逼着这些父母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去帮他们选择职业。反正这种提前分流的教育制度肯定是有好有坏，但是呢，对于像精密制造、手表制造这种又复杂又需要经验积累的行业来说，其实是非常受益的，也成就了瑞士全球闻名的制造行业和制表业。我觉得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瑞士制造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品牌。你看瑞士的手表虽然卖的不多， GDP 不高，但它对瑞士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个品牌效应其实是没法估量的。什么东西你只要贴上了 Swiss Made， 价格恨不得就翻倍。不光是手表，像军刀，甚至巧克力、奶酪、牛奶，好像这些都高端都贵。不是说它就坑人就是把价格标的虚高，这其实是由市场供需决定，大家认瑞士制造背后的这样一种信任。你都奢侈品嘛，它的利润率就会高，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开跟别的国家去拼劳动力成本，去拼利润率。你看打造一个奢侈品品牌需要什么？首先就是品控，产品本身从设计到制造必须都得非常好，这个是肯定的，但还不够，你还需要稀缺。就供给得非常少。再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市场营销，这3者是缺一不可的。而瑞士呢，给这3者就玩全了。你看瑞士，首先这东西，不管是手表、军刀、巧克力、奶酪，人家确实是好，有这个产品实力。同时呢，瑞士它资源又有限，人力又有限，而且它的东西都贼讲究。手表必须得是手工打造，奶牛恨不得都给你整到阿尔卑斯山山底下去溜，产量就确实非常有限。最关键的，瑞士它又是这种中立国，就是与世无争、独一无二的形象，再加上它本身风景漂亮的都跟 AI 生成的似的，阿尔卑斯山也是全球闻名。这些你看起来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点，潜在都是在塑造瑞士的国家形象。其实这
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瑞士的人均 GDP 这么高，物价这么高，它还能是一个很大的出口国。你要知道哈，瑞士不光人均 GDP 排在前3，物价也是高的离谱。苏黎世、日内瓦常年都排在全球最贵城市的前10名，就是因为它物价太高了。很多住在边境的居民呢，经常周末就会跑到意大利呀、法国去购物、买东西，把周边的物价也给抬起来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瑞士的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你在瑞士生活习惯了，最爽的一点就是去全世界哪旅游都感觉巨便宜。好，那你说瑞士的人工成本这么高，你在瑞士雇一个工程师，放印度去可能能雇一个足球队了，他依然能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瑞士制造的这个形象，他找到了自己高精度、高附加值，同时又有足够市场需求的产业。而且他不光找到了一个，他找到了仨。我们刚才说的那3大产业，医药化工、精密制造、手表，正是瑞士的3大出口产业。而瑞士呢，也持续保持着经常账户的顺差。然后呢，就是因为瑞士的经济非常的坚挺，同时它又是中立国，政治还稳定，这就给瑞士带来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凡尔赛的烦恼，就是它的货币瑞士法郎需求过于旺盛了。每次全球经济动荡，全球的资本就一股脑涌向瑞郎，推动它大幅升值。而货币需求太旺盛，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对瑞士的出口打击太大。于是呢，瑞士央行为了控制这个瑞郎别升值升得太厉害，不得不常年把这个利率调到非常非常低。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加上之后的欧债危机爆发，这个瑞郎持续升值，瑞士央行就不停地往市场上注入流动性，来对冲市场上对瑞郎这个过分旺盛的需求，还率先把利率压到了0.25%。可是市场还是持续不断的买入。2011年希腊债务危机高潮的时候，经济学人就根据巨无霸指数有个估算，说瑞郎对美元被高估了98%。瑞士央行一下就坐不住了，这么没完没了的升值对瑞士的出口打击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他就突然放了个大招，宣布欧元对瑞郎的一个下限就是1.2，他只要突破了这个限制，央行就会无限购买，同时他把利率降到了0，真的是0，当时真的是震惊了整个市场。瑞郎立刻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欧元对瑞郎瞬间就弹回到了1.2以上。你看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让欧元区求着那些资本说你别走别卖，瑞郎这边求着资本说你们别来了别买。但这还没完哈，因为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市场对瑞郎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这瑞士央行正常应该降利率但利率已经是0了，你说怎么降呢？怎么就不能降，对吧？他在2014年把利率降到了负的0.75%，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按住瑞郎升值的压力。不到1个月后，2015年的1月15日，瑞士央行又突然宣布取消了刚才那个欧元对瑞郎1.2的限制，整个市场一下又震惊了，瑞郎咵又暴涨了15%。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郎又不出意外的持续增值，现在已经比美元和欧元都值钱了。所以你看瑞士央行真的是因为担心大家对瑞郎的需求太旺盛、太热情，影响出口，操了不少心。而他这种雷厉风行的政策管理方式，2次震惊市场，让不少基金爆仓倒闭，都给市场的交易员们吓出后遗症了。瑞士央行那个小铃铛和推送必须得打开，要随时做好这个被震惊的准备。为什么瑞士的央行经常会震惊市场呢？因为它的理念就是信息不透明策略，就是我做什么决定、什么政策之前没有任何预兆，我不给你整那些虚的，我上来就发布。它就不像美联储，讲求的就是要充分沟通，各种语言技巧、释放信号、预期管理，对吧？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瑞郎和日元是2个全球闻名的避险货币，它们的表象都是一旦遇到动荡，市场就会买入，就会升值。但实际上呢，它们背后推动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日元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大量的 carry trade 套息交易，包括日本它本身也有很多对外的投资，一旦动荡发生，这些海外资本就会回流，包括套息交易的平仓都会导致日元的升值。而瑞郎呢，要我说才是真的避险货币，大家就是觉得它能避险，经济靠谱，货币稳定，就跑去避险。这也是为什么瑞郎都负利率了，但市场上拿它做套息交易的资本并不多，因为套息交易呢，你需要持续不断的去做空瑞郎，就它这么个升值法，对吧？谁受得了一直去做空它？更何况这个瑞士央行还时不时的给你震惊一下，那市场上的投资人肯定也受不了。而你想瑞士的央行它为了压低瑞郎，不停的去卖瑞郎，然后买进欧元或者美元，再加上呢，瑞士它本来经常账户就是持续的顺差，这就让瑞士的央行积累起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差不多10000亿美元的规模，全球排名第3，仅次于中国和日本。它这里头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有1/4，大概是2500亿美元买的就是股票。持仓呢，大部分是在美股，不出所料，就是像苹果、英伟达、微软、亚马逊这些。说到瑞士的央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居然是上市的。
就是说你可以买到瑞士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这个印钱的机构的股权，听起来是不是挺扯的？而且更夸张的是，它的市值只有非常可怜的3.5亿瑞郎。瑞士央行呢，现在有大概66%的股权是瑞士的各州和银行持有，剩下的部分就是私人持有者持有的股票。其实呢，虽然你名义上是可以买它的股票，但你是没有任何投票权的。买这个股票的收益是什么的呢？央行又不是个盈利组织，就是每年你最多可以每股获得15瑞郎的股息，这个就是你买它的收益。所以它名义上是个股票，但实际上更像一个债券，一个永远给你付利息的永续债券。其实瑞士央行也就是带你玩玩，至于他自己业务上做的所有决策，肯定是为了维护瑞士这个国家货币的稳定，跟你这个股东利益恐怕是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他为什么要搞这套呢？说实在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20世纪初，中央银行和现在的感觉还不太一样。那时候大家其实并不觉得中央银行是类似于国家的一个核心机构，而更像是一个银行为了确保不被挤兑，他们之间拉起手来形成的一个组织，来加强整个银行业的信用。其实不光瑞士，你看美联储最开始成立的时候，目的也差不多，直到现在它理论上也是众多小银行控股。而瑞士呢，就更极端一点，谁都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买它的股票。这个其实反映出来了瑞士在内部管理里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刚才我们说它中立，其实是它对外在国际市场的风格，而对内的制度呢，它很主要的理念就是去中心化，讲究一个自下而上的管理。你比如说央行让民众可以持股，就是这种去中心化的理念推动的。当然后来因为央行实在是太重要了，这种所谓的持股就会变成一个象征意义的。但是瑞士这个去中心化的理念其实是深入到它国家制度各个方面的。你看啊，瑞士有26个州，叫26个 cantons， 每个州的自治权都相当大，有自己的教育体系、自己的税收政策、自己的法律，甚至自己的语言。瑞士光官方语言就有4个：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史语。这里边说德语的人最多，大概有2/3的人的第一语言是德语。这个罗曼史语用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只有大概不到1%的人把它当做第一语言。这块人说的语言都是五花八门的。你看我们现在是在苏黎世，就是瑞士比较靠北边的地方，差不多跟德国接壤，所以这部分人是说德语。但是像南边，比如日内瓦那边，它离法国近，那儿的主要语言就是法语，所以经常他们之间交流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切换语种。有超过2/3的瑞士人每周都会说至少2种语言，他们那儿的什么电视节目呀、产品说明书都得弄好多份儿，反正就是很魔幻。好，我们说回瑞士这个去中心化哈，你看它的每个州权力很大，中央的核心决策层也不是一个人，是由7个人组成的一个联邦委员会共同说了算，而且就连这7个人也是摊开了的，一般有4个来自德语区，2个来自法语区，还有1个来自意大利语区。而他的总统每一个任期就1年，年年换，也不能连任，也基本不来自同一个党派。其实这个总统就是个外交头衔，他实际的权力跟联邦委员会剩下那6个人也没什么区别。而凡是遇到国家的重大决策或者修改宪法，瑞士就会进行全民公投，任何公民你对议会批准的法律有异议有不满，收集到5万个签名就可以挑战全民公投。甚至任何公民你对宪法有不满，你只要收集到10万个支持者也可以全民公投。这个瑞士人真的是特别爱全民公投。理论上他每个季度都有一次全民公投的时间，有事儿就投，没事儿也可以不投。平均呢大概1年会投3次，看看这3个月有没有什么要决定的大事儿。你比如说2002年对于要不要加入联合国，瑞士就全民公投，最后呢54.6%的人投了 yes， 瑞士就加入了。有时候你觉得没多大点事儿，他也投。你比如说刚刚2月份就有一次全民公投，议题呢是要不要尊重地球的极限，建设负责任的经济。最后70%的人投了不同意。不光是全民公投，他各个市政、各个村庄也经常会组织大家投票，可能有时候就是大家集合在一个大广场上，然后举手，还挺逗的。但是你 get 我意思了吧？瑞士它就是这种去中心化的政治体制，没事儿大家就投个票，这也让瑞士人呢都非常有那种主人翁的意识。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加入欧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边我看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公投，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要投票决定要不要把瑞士的带薪年假从4周增加到6周。这个投票说实在的，你要想给自己多放点假的话，你肯定会无脑选择 yes。但实际的投票结果呢，有66.5%的人投了反对票，就有2/3的人说不行，你别给我放假，这个对整体经济来讲成本太高，它长期是弊大于利的。之前02年的时候，他们也否决过一个把1周的工作时长从42小时缩短到36小时的提议，是吧？你看，我倒不是说他们投票的这个决策就一定是对的，但是对于这种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选择，很容易出现那种集体的非理性。所以你也能看出来瑞士人他真的是站在国家的长期利益的角度去投下这个票的，这点我觉得还挺难得。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瑞士人他就是喜欢工作，就是工作狂。你看，我们看了瑞士为了保持中立所付出的代价，看了瑞士的保密和银行业的兴衰，看了瑞士的明星产业和它打造出来的奢侈品牌效应，看了瑞郎为什么能成为全球闻名的避险货币，也看了它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实用主义的教育体系。
说实话，这些可能都是为什么瑞士人均 GDP 能这么高的原因。我们很难用1、2句话就把它总结出来。但最近几年呢，瑞士经济确实也在持续的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以前聊过新加坡，感觉跟瑞士有点像，都摸索出来了一套在全球的资本市场、贸易市场狠狠赚钱的逻辑。但瑞士呢，明显更感觉像是一种老钱的感觉，它底蕴更足，但是呢，经济转型也会更困难。你比如说，我们提到过它保密协议的消失，已经让瑞士银行业领先的优势消耗殆尽，周围欧洲其他国家持续的经济萎靡、需求萎靡，短期内也看不到重新提速的迹象。去全球化对瑞士的医药、精密制造行业供应链和需求可能会形成双重打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底层的，长期对瑞士经济的挑战和冲击。你说老钱能否扛住时代的冲击呢？或许20年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视频看看。那我们接着爬山吧。的一个隐形金库。棒！怎么了？我看词儿。风好大。